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巫溪县。我们经常说到挂壁公路，很多呢是在200-300高米的悬崖上面开凿的一条路，而我们今天这个挂壁公路超出你的想象啊，它是在1000多米的绝壁上面开凿了，也就相当于是在半山腰，下面呢就是真正的万丈深渊，从绝壁公路到下面的山谷啊，大概是1000多米，所以大家想一想，当时建造这个挂壁公路有多么艰险。这个挂壁公路我简单看了一下，大概宽度的话只有3米，基本上800多米的挂壁公路都是这么宽。那会车的话肯定是很难的，那基本上一个前进一个倒退。关键我们说的这些路啊，女司机敢不敢开？我刚才站在这里啊，不光是女司机，很多男司机到了这个路口看到了，然后就把车往回倒，停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，然后走过去观赏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主要来看一下这个挂壁公路，顺便找一下当年修建这个挂壁公路的人，让他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挂壁公路的故事。现在这里就是挂壁公路的起点，从这里到挂壁公路结束，全长是1.2公里，其中800米全部是在这样绝壁上面。那这里是一个路口，相当于一个隧道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老虎嘴。就我们经常说的，人从老虎嘴下逃过了，那就是一帆风顺。在这里的寓意就是说，这个老虎嘴这个隧道打通了，就证明那前面的那个路啊能一帆风顺，修建这条挂壁公路呢也能够一帆风顺。整个这个挂壁公路修建的话，大概是4年多的时间，然后大概是20个人。大家想过没有？我们其他很多地方修建挂壁公路都是几个村，很多人一起修，几百个人。他这里呢只有20个人修建了这条挂壁公路。我们现在先开车通过这个挂壁公路，其实明显的看到路很窄小，弯道也特别多，全部是在石山上面，特别转弯处啊，感觉有点危险一样的。而且它这里呢是有坡度的，弯度还不小，所以走这样的路呢要特别小心。在去里面村落的时候，即将到达挂壁公路的尽头，碰到会车了。这个地方会车就非常难办了，明显的看到中间只能过1辆车，那前面的车应该是在倒退。碰到会车的时候是非常不方便的，这里是有人在指挥，没人指挥的话，大家都不怎么敢走。一般普遍来讲的话，挂壁公路都比较窄小，何况这条路当年是由人工开凿的。这里其实算是挂壁公路终点，我们现从终点向起点进发，在路上行走一下。其实看到这里都有点吓人，真的有恐高的绝对不能看。今天也非常碰巧，刚好碰到了当年组织修建这条公路的村民，他就在旁边，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公路的故事。哎呀，高啊，跟你们这个是我们的网红路，每年都是担心不能来，这是黄灰。这个是吧？啊，不准沿路黄灰了。啊，这个现在不也可以从这边出去是吧？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一点没。哦，倒塌了，就说从这边往那边出去。这位爷爷是向我们介绍，明年这个下面又有一条网红公路，贯穿整个山顶，现在正在修。我现在正在这个挂壁公路上面找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修挂壁公路的过程。说说您贵姓啊？我姓杨。您今年贵庚？今年70岁了。哦，那应该叫爷爷了，差不多。吃71岁的饭了。那这个挂壁公路是当你组织修的是吧？啊，当然是我组织修的。当时是为什么想到修这个挂壁公路啊？我们要修那个挂壁公路是为了我们老一辈的人呐，没有通路的时候，到巫溪县城一天23个小时的走这种。就是来回还是单程？单趟12个小时，还要背个100把斤，我们都是背苦了。我们为了跟子孙后代操个福的而已，把我们那个重担跟下一代的人跟他们卸开，不能他们捡起我们这个重担来挑。我们都组织我的当地居民，我们这是个小队，不是一个村，是个小队。我带领我们的小队人23户人，总的人口84个。硬上工地修公路的只有20个老年人，最小的岁数40几、50几、60几。为什么我们要修这条挂壁公路呢？要跟子孙后代操个福，要跟祖国人民做点贡献。修这个公路，我的提的有个口号，
2000年就开工，个个要求把路通，天气下雨我不放松，5年时间就打通，5个年头，4年零3个月就打通了，通了去。我们修这个公路，我老师们讲，哪里是生命换来的？我们是自己出工、投脑、投钱，啥子都是我们自己投。我们人口少，政府给我们拿点炸药物资，我们还是要感谢政府。政府不支持我们的炸药物资，我们修不了啊！你这个现在你这个没得炸药炸，你都弄不开的。我们跟修工的时候，我跟老百姓我们提的有几个口号。要做到3不怕，要1不怕苦，2不怕死，3再大的困难不怕，非得把这条悬崖路打通，跟自身河道抄个湖，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光荣。好，我们都老百姓都有决心，他们都。现在我们修这个挂壁公路，50米的保鲜绳拴在腰中间，朝下掉下来，掉在这个悬崖上，上面拴好从这个挂悬崖路上晃下来，拴在这个腰中岸，把它绑起来。整天在那吊起打，一天吊去。这个位置到哪里施工，我就吊到这个位置就不吊了，就这施工就开始。这里也是一辆车开出去了，前面有会车了，我们去看看，去看看会车，看一下惊不惊险。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地方会车的话，必须得到后面路口那里。哇，后面车好多来了，也是来参观的。辛苦老师推到哪个位置啊？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，来参观的人其实很多，那里也来了，也都到了，那边是转弯的。现在您看看，会车的话就必须一方前进，一方倒退。这些人还挺好玩的，都是来参观的。他必须倒到那边去，才能让车全部过去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好玩。挂壁公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窄、长、惊险。现在去看一个最惊险的地方是吧？最惊险的地方我们看看在哪里。看，就是这个位置。你看我们的人悬空吊起来，你看到下面，你看这个下面，就是上面悬空人掉下来，掉这个位置打就是从上面这里掉下来保鲜绳拴到腰中间，这个上面掉下来，有1200米高。这下面有1200米是吧？那个下面到这个上面有1200米高。下面那现在我们这里大概也有1000多米了1000多米。我们的修工的人是不是拿这条生命换来的？真的是一天提心吊胆的，天气脑壳的完了，把这条生命没有当数的，我们都是为跟自身河道抄个湖。也确实，因为你如果说你不把路修好了，这个村后面慢慢可能就都搬走了都搬走了。现在有多少户啊？现在22户。22户。我们修工的时候有23户，搬走了1户，还有22户。那也算是人少了，人只有60几个人了。因为我们老一辈的呢，在这个位置呢。土生土长的呢，这个带惯了，它一是空气好，二是没得污染。我带头修这个公路，我50岁带你修这个公路，我公路修了20年了，我今年都满了70岁了，再吃71岁的饭。2001年修的是吧？2001年修的修了4年，4年零3个月。那基本上当时是不是每天都在这里干活？每天整天都在干，天天都干，10几个人是吧？有20个老年人还有为什么23户人只有20个人呢？还有年轻的有2、3户人呢，他不干的，他在路上跑，他岁年小了，他怕的把你的命在路上丢了，他不搞的，他在外面打工，他的任务给我们跟他把任务完成，你拿钱了。因为有些年轻人他不敢这么高，不敢他们不敢。那像你们修路的话，在这空中修，那吃饭怎么办？回去吃还是带饭出来？吃饭是带到工地上吃的，带到工地上。我有修这个公路，我编的又是大于是老百姓虽然答应的，心中还是有种压力，还是怕把这些人在路上丢了，哪怕他老了，还是怕这些人在路上丢了。我都把吃烟的时候，我把老百姓喊到一堆来，我说我跟他们编了一首打鱼诗。练到他们听一下，试试开他们的心，只要他们不要后悔。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把这条公路打通，胆子大，
挂壁公路不害怕，白天的上工笑哈哈，夜晚回来又吵架。吵架不是为了啥，为了进度要加大。天不亮就起床，背着炸药往上扛。中午时吃的烧洋鱼，脸上敷的黑黢黢。悬崖路上雾水稀，大家就看得笑嘻嘻。公路拴的保险绳，腰杆箍得绑绑紧。往下一看，直滑头。我们修通公路大家走，大意是边他们听一下，大家都开心。我们修了个挂壁公路，没有牺牲人的，一个人都没牺牲。啊，你慢走啊。那对面那些悬崖，跟现在以前是不是一样的？以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？是啊，一样的，就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就是从里面凿出了一个这样的通道啊，凿出了一个通道，跟那一样的啊，确实太佩服你们了，我都想象不出来你们当时是怎么弄成这个的，困难太大了。困难太大呀！对呀，人少啊，没得，主要是人少了，没得经济啊。那我问一下哈，像这个护栏也是你们弄的吗？政府，这个是政府啊。那包括这个水泥硬化也是政府，就是你们当时只是搞了一个土路出来，搞那个啊，这儿把那个路打通了，能够跑车，能够跑车。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搞的？这个是18年硬化的，这个是去年搞的。啊，去年的啊，去年就是说以前没有这个护栏，以前有，我们自己修的，在这个位置这那么高啊，政府都加高了。我就说嘛，这个路没有护栏，敢开啊，我都不。我们原来没有护栏，他们有老师来敢开嘞。我是不敢开，那太厉害了，这个太危险了，没有护栏太危险了。这个护栏里头扎的钢筋相当扎实啊，对，钢筋混凝土倒起来的，好像还有那个大的石头。那这个石头是他们贴的。那当时从这里掉下来有多高啊？掉下来50米高。50米，那确实不容易。我们晚上回家了，把那个衣服也脱了，在晚上在弄水那个洗澡，这一身都是小子们一个壳横捆起来的，捆紧那里，你捆松了都不干，要捆紧。一天要工作几个小时？一天呢，早上6、7点钟就开始，搞到晚上6、7点钟就下班，10几个小时。反正早上就是天不亮就起床，晚上就是天黑了就收工。那现在经常有人来找你了啊，那找的人多了啊，证明你伟大嘛。我们说的愚公精神，你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一种精神嘛。也可以说算得到愚公精神。对，真的是愚公精神嘛，因为坚持嘛。看到对面那座山没有？完全是一个平面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站的挂壁公路，以前跟那里是一样的，就整个是一个平面的，只不过呢，就在中间开凿了一条路。就打个比方说，在这个位置，他们呢用4年的时间挖出了一条通道，就相当于是这个性质，了不起吧？刚才那位70岁的爷爷啊，确实了不起，他可能也是他们整个小组的精神支柱，他推动他们村民一起修建这个路。因为大家想一想，4年时间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开凿的路，等于是打个比方说，上面有几个铁钉或者大的东西固定那里，然后人用绳索绑住，在这个空间修筑。就打个比方说，我们清洗外墙一样的，人在外面的墙壁上面，你如果碰到风，那人是会在空中摇摆的，那头很容易晕。但是呢，他们日复一日都天天在这种悬崖绝壁上开凿这样的，是不是非常了不起？不光是这位爷爷了不起，当时他们整个小组的20位村民也了不起，因为就20个人在这里修建。那么修到后期呢，可能有些小孩，有一些当时的妇女都可能来帮忙，但是他们可能是打下手，真正的主力还是他们那些20个男同志。以前他们是怎么进出的呢？给大家看看，就是在这样的山路绕过去，一直这样翻到远处的山。刚才那位爷爷说了，没修建这个公路之前，他们进出的话，以前也有很多人在这里，我们说的相当于是滚落下去了，然后就去世了，非常不容易。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小的路，进一趟县城要13个小时，而且还要在县城住1个晚上，第2天才能回来，也就等于里外里的话，你去一趟县城买东西要2天，是不是都不容易？故而呢，他们才决定修建这条悬崖绝壁，
把这个公路打通了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绝壁上面呢，刚才那位爷爷也介绍了，其实上面有很多孔的，就是当时他们那个我们说的铁锹锤下来了。您看看这个，都是他们当时打个比方说，一个大的我们钢筋就是撬棍放在那里，然后人呢用铁锤直接砸进去。其实以前呢，其实这个地方全是我们说的石头、石山，只是挖出来的。想一想是多么不容易啊！这下面就是大概1000多米的悬崖，恐高的人敢不敢看？整个这一块啊，全部是属于悬崖。我们是从那个山脚下面上来的。那最开始呢，我们是在远处那个高山到峡谷又整个上来。整个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乌阴大峡谷。乌阴大峡谷大概长度的话是100公里，就这样的峡谷啊，一直沿着山谷走的话，高度最高的地方2400米，平均的高度1500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大概是1200米的位置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以前完全就是一个石山的，这里可能好一点，但是这个位置明显看得出来，因为这里我们头顶上当然就是石头嘛。这一块到前面几百米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这里是完全没有其他机器的，没有电，也没有挖掘机，就是20个人，我们说脚踏实地，用手、用肩膀，一步一步开凿出来的。刚才那位爷爷向我们介绍了修建这条挂壁公路的过程，一些故事。尽管是修建完成了，但是这个路呢，确实是非常惊险刺激。有多少人敢开这样的路吗？宽度基本上是不足3米，所以说吓退了不少女司机，同样呢也吓退了不少老司机。因为这条挂壁公路是开凿在1000米悬崖上面，旁边就是1000米的悬崖，真正的万丈深渊。当时我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瑟瑟发抖。像画面中这辆黑色的车，其实开的也是相当的缓慢的，并且这个路中间是没法会车。我在这里待了2个小时，确实也没有看到女司机开这样的路，并且能够把车开进来的人也是少数，大部分还是把车停靠在外面。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挂壁公路，你敢挑战吗？